Hi, I'm Bella， 欢迎来到我的设计闲谈。今天我想和大家去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用中文和用英文做设计的一些差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 Dribbble 或者 Behance 上去看一些优秀的设计作品的习惯？在这些网站上的话，其实大部分的几乎所有的设计作品都是以英文为主进行设计的，包括 UI、UX， 然后包括平面设计都是以英文为主进行设计的。那如果说作为我或者是正在看视频的你们是用中文进行设计的话，那当我们去看这些网站很优秀的作品，然后想要去模仿他们进行相同版式的一个设计的时候，我们把中文直接的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却发现事情好像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为什么那么好看的设计经过了语言的翻译之后，虽然是他们是同样的 layout， 同样的probably 字体，那为什么看起来会这么的不一样呢？为什么翻译成中文了之后，整个界面就觉得那么的丑不好看呢？那我们就看下去吧。那我接下来举的几点，大家可以参考看看。第一点就是文字的长度，中文和英文的话，文字的长度是有所区别的。同样的一个含义的文字，中文的长度比英文的长度要短非常多，所以这一点影响比较大的，其实是在我们进行 UI 设计的时候，我们去设计一个 App 或者是一个网站的一个界面的时候，中文的长度比英文的长度要短非常多。比方说是同样的文字 Home，首页这两个文字的长度其实是差不多的。那如果说另外的，比方说导航 navigation， 中文的导航和英文的 navigation 的长度之间是会有所差异的。所以这一点呢，其实是也导致了中文为主的 app 和英文为主的 app 导航结构上会有非常巨大的一个不同的。比方说淘宝或者是Alipay 支付宝，我们打开这个界面，我们会发现中文 app 的导航其实是会习惯把很多导航的标签很密集的排布在一起，或者是经常使用的一种导航的结构呢，是把界面分成了左右两个部分，左半边的话呢是会这样子竖形的把导航一个一个这样子排布下来。但是我们看到用英文去设计的 app 的话，却非常极少会用这种形式的结构去进行导航的一个设计。其实我觉得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这个是和文字的长度有一个非常大的关系的。如果说我们只是简单的把系统语言从中文变成英文，那中文 app 这样的导航经过了文字直接的翻译之后，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导航结构其实是根本装不下英文的文字的，因为英文的文字比中文的文字要长非常多了。这样的情况在电商或者是在一些微信小程序上看的会非常的明显。如果说大家有在使用 Airbnb 的话，我们把手机系统的语言改变了之后，会发现 Airbnb 中文的界面和英文的界面是完全不同的。中文的界面的话呢，就使用了这种把一个界面分成了几栏的这种导航的结构的形式，但是在英文的话呢，却是用了大量的图片，并没有用这种非常复杂的导航的结构去进行设计。我们很难去把一件事情考虑到那么完善，某一种语言进行优先进行设计。如果说我们要同时考虑到中文和英文的用户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设计的初期就要考虑到一种既适合中文又适合英文的一种设计的形式。那第二点，中文的用户不是非常介意有很多的文字需要进行阅读，但是英文的用户却会比较介意这一点。我们去看中文的一些 app 的时候，包括中文的一些 graphic design 的时候，非常明显的就是Alipay 支付宝
微信可能也有一点点吧，然后其他的一些电商网站，然后包括我们听音乐的中文用户比较多的网易云音乐，我们打开了这些 app， 其实可以发现界面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文字。我觉得中文的用户并不是会非常介意这一点，就是说这个界面上有很多很多的文字需要你进行阅读。 They don't care there's too much to read， 因为也许在设计这些 app 的时候，产品经理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要求，那可能需要把很多功能就去堆砌在这个 app 的首页界面里面。但是呢，我在 CMU 去学习设计的时候，教授们却非常很介意的提到这一点，就是说people they don't like to read， 他们不喜欢在一个界面上放置非常多让用户需要进行阅读的东西。一些可以去避免阅读的东西呢，他们都会用图形化的非常 graphic visualization 的方式去进行表现。所以这一点也可以在 Airbnb 的 app 的设计当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英文的 Airbnb 的 app 我们可以发现里面有非常多的图片，用一种卡片化的一种非常视觉化的方式去呈现。但是中文的 app 里面呢，我们却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文字进行阅读，整个界面会放置比较多的东西，给人一种比较满满当当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许就是中文设计和英文设计的一个不同，或者这也许是一个中文世界的 audience 和英文世界的 audience 他们对于某一件事情的审美的不同。第三点，中文的字体选择会没有英文的字体选择这么多。在我们用英文进行设计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字体的选择是会非常多。如果使用一些免费的字体，我们可以在 Google Fonts 里面去找到非常多种类的免费的英文字体。其实我觉得字体对于整个 graphic design， 包括对于 UI design 整个界面的一个感受，其实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英文字体我们知道有无衬线字体 sans serif， 有衬线字体 serif， 两者给用户的区别是会有极大的不同的。 serif 给人一种很古典的感觉， sans serif 给人一种非常现代 very modern，很简单很几何感的感觉。所以只是简单的字体使用的不同，就会给整个 graphic design 造成极大的不同。但是在中文的世界里呢，字体选择我们并没有这么多，所以呢，在用中文进行设计的时候，字体这一点的影响就会比较的大，就是因为字体的选择比较局限，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用字体这样的设计的元素 design element 去创造出某一些的多样性。但是呢，我们却可以在这种比较局限的字体里面去运用不同 layout 的方式，去创造出一种更多的变化性。第四点，中文和英文文字的大小会有不同，其实这也是和第三点字体是有相关联的。英文的需要去阅读的那些字体其实是会比较的小的，英文的用户他们会比较喜欢使用一些比较小的文字进行去阅读，因为小的文字放在界面上的时候会有一种很简洁的感受，也会让整个 layout 上会有比较多的留白。那英文用户其实会更 prefer 这种比较多的留白，创造出一种简洁摩登感觉的设计的。所以这也是和Swiss design 以前历史上的一种设计风格是会比较类似的。也许在那个时候 Swiss design 他们已经影响到了英文世界这些 audience 他们整个审美的一个趋向。但对于中文的用户来说呢，我觉得小尺寸的文字对于中文其实是会比较难阅读的，因为我们知道中文无论是简体中文还是繁体中文，中间的笔画数是比较多的。当我们把文字的尺寸缩到非常小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文字就会比较变得难以辨认了，那对于整个字体的可读性来说就会差很多，所以这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一个地方。第五点，当我们用中文和英文进行混合排版的时候，文字的大小和文字的基线 baseline 是会有所不同的。所以比方说，当我们把中文和英文放在了 Figma 里进行一些 layout 的排版，我们会发现，如果说我们只是使用软件默认的一种排版的
alignment 的话，其实在视觉上中文和英文是看起来没有办法去对齐的 align 的。中文和英文的字体的 baseline 就是他们可以看到软件里那条蓝蓝的细细的线，它们是不一样的。那软件的话呢，他们也许会按照高度来进行排版，但是 baseline 却没有办法进行对齐。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想要使用中文和英文混合起来进行排版的话呢，那我们可能需要在软件里手动进行这种 baseline 的调整。另外一点的话呢，如果说我们使用同样字号的一个字体，比方说在 Figma 里面我们同样使用了16号的字体，那其实在视觉上来说，中文字体和英文字体的视觉感觉是大小会不一样的，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奇妙的一个地方。中文看起来会稍大一些，但是英文看起来会稍小一些，所以当我们进行一个混合排版的时候呢，这个也是需要进行考虑的一个地方。好，那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我们就讲到了5点中文和英文进行设计的一个不同。在现在的话，这种跨国的 global 的 app 其实会非常多的，那如何去考虑到同时中文和英文用户的一个设计的体验，其实是会还蛮重要的。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可以给我留言，然后可以订阅，可以分享。好，那今天就这样啦。